你身边有朋友是买了房子之后没有装潢就去住的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第一薪就不能买房子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好，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不装潢直接入住可以吗？许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光是要付头期款就觉得很紧绷了，所以有一派的做法就是买了之后直接入住，只买家具跟家电就在那边住了，然后也就不装潢的意思那然后分好几年慢慢的去装潢。那更夸张的是直接住毛坯屋这个在大陆很多在台湾是比较稀有毛坯屋就连油漆都没有的像这样这个还有个新闻标题叫27岁女花光10年存款没钱装修住进毛坯屋，她觉得很幸福这个照片是大陆的这个连这个地板上连瓷砖都没有那你在室内你都还要穿拖鞋不然都沙子，这算是很极端的案例在台湾应该是不至于啦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预算的话，至少可以先把硬装做起来软装晚几年再买都没有差。那怎么区分硬装跟软装也很简单，硬装是不会动的像木工、系统柜、水电你做油漆这完工之后就放在那边那个软装就是可以移动的，像沙发、书柜餐桌、床这种是可以替换的。那就算是软装你是可以替换的这种东西就算软装。因为硬装的施工很麻烦那在弄的时候你人都不能在里面住你要找师傅到你家弄弄得尘土飞扬，所以最好是还没入住之前你就先把它弄好。就我们常讲天地必油漆如果你卫浴有要重做你就重做就这样那不然你的家具在施工的时候摆在那边那常常会要么灰尘很大，要么就不小心会撞到你的家具这样那我其实建议直接买有带装潢的房子直接买有带装潢的房子，真的啦，你不用搞得那么辛苦啦。现在市场中本来就有很多已装潢好的房子不管是预售屋还是中古屋都有这种物件那你今天是要自住的，你又预算有限，那你买带装潢的物件我当然知道它卖的比一般物件贵人家就是要赚你装潢的钱但是你想虽然它今天卖的比较贵，但是它至少帮你省去了装潢的时间还有装潢的钱，因为你的钱可以跟银行贷款一起下来，你日后不用自己再搞出那个装潢的钱那你就是一卡皮箱就能入住那贵一点又怎么样？这都是建立在你对装潢有要求那像我们这种比较随便天地壁那有弄就好了，没装潢我都没有差那如果你的另一半就是对装潢比较有要求，那你就去看嘛，看喜欢那就谈价钱看怎么样把它买下来那而且你今天买这个房子它本身是带装潢的，所以装潢的费用就是算在房价里面也就是说你是用房贷来吃这个装潢，你贷30年就是用30年去还掉这个装潢，这样子还会比你自己看你是要装潢贷还是你要用二胎还是你要用信贷去弄都还要更加压力还要小划不划算一定是不划算，但是压力还要小很多。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带装潢的房子。如果你现在有在逛591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房子很多都带有装潢那市场会有这种现象是一定会有原因的。那讲白了就是有利可图嘛，有带装潢的房子它就算比较贵还是比没带装潢的好卖嘛，所以自产客就喜欢装潢好之后再卖掉。我们前面举的例子付完头期款他就没钱装潢，市场中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人那这个没办法，房子本身就很贵啦，那再加上装潢那些也是百万级别那今天这个自产客手上有钱，他就装潢都帮你都弄好了他就多赚你这个装潢钱真的有差吗？我会说考量到你马上就要住然后你又没有办法拿出装潢的费用的话，那此时这个带装潢房子就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因为你日后你在卖的时候，你这个房价也是跌给下一手去卖，所以换个角度看你是没付到钱的。我解释给你听假设今天这间房子你买的时候是1000万带装潢，你的实价登录就是1000万，所以你要卖给下一手的时候那你就是卖1000万以上所以你其实没有付到这个装潢的费用，你知道吗？是下一手等于帮你付掉了，就看你住多久而已，这是一个角度的看法那你今天住这个房子的时候全新装潢，你住起来很爽，你的下一手住的他要花更贵的钱来跟你买你的旧装潢，对不对？然后付更贵的钱，
所以你用这个角度看哦，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安慰你哦。那应该是你这样听了之后是舒服很多，至少你以后再看那个带装潢的房子，你就不会那么的堵然嘛哦。OK， 所以为什么要 care 这件事情哦 ？care 这个投资客装潢这个怎样又怎样，我要被多赚一手。哦，那然后搞得你自己很委屈啊，住一间你自己回家门一打开你自己都不开心的房子，没有什么不用纠结这个啦。哦 ，OK， 好，那就这样子跟你分享另一个角度的看法，这是一个安慰人的看法。如果你现在就被这问题所困扰，你就想一想，这样子会不会你自己比较开心一点？好，如果你的同学朋友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哦，买了之后没钱装潢，还是要去直接贷款买那个有装潢的房子啊，你就用这种观点，你跟他讲哦，看看他能不能被你推坑成功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不装潢直接入住可以吗？我先跟你分享哦，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付完头期他就没钱了，所以他其实想要不装潢就住进去。那我其实不太建议这样子做哦，因为选择已经装好的房子，住起来是真的比较舒服，然后你其实又不太需要去负担那个装潢的费用，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因为装潢的费用是被叠加在你的房贷里面哦，去摊还的。而且你在卖掉这间房子的时候，这些钱还是会回到你的手上，等于你的下一手去帮你出了这个装潢。所以最后我想问你啊，你买的第一间房子哦是有没有带装潢的？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想知道我会怎么自产投资的话，记得订阅这个频道，跟分享到你的赖群组哦。A 片群组也没有关系哦，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冷静啊，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以后会分享更多房地产的八卦给你。讲八卦哦，讲八卦。不装潢直接入住，在中国哦，就真的给你那种蓄力啊、占地废墟风的房子给你。不过在台湾哦，废墟应该都还没有叙利亚风那么惨哦。先说结论哦，在台湾不装潢就住进去，其实大有人在，因为台湾的不装潢叫天地壁瓷砖哦什么的，其实都弄好了，那个东西叫做不装潢，跟大陆的没装修哦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哦。那不装潢哦，甚至就出租，那你一样是很好租的。这里可以分两块来讨论哦。第一，新成屋，新成屋哈，在台湾的新成屋，它都会帮你把墙壁啊、油漆啊、地板啊、瓷砖啊，其实都做完了哦。这个是卖房子的标准配备，除非大坪数的豪宅，豪宅就是在卖毛坯。哦，那个就脱离一般人的现实生活太远，所以我们就先不讨论。所以我们说新成屋哦，新成屋你就家具家电买一买就住进去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我有很多观众都是这样子，还拍给我看哦，那我也觉得还蛮好看的啊，对啊。然后那再来是中古屋哦，中古屋基本的都有了，只是需要整理而已，不会说全屋都没有铺瓷砖哦，然后你进门都还穿拖鞋这样。中古屋是没有这个问题，天地壁、油漆、墙壁什么都好了哦，只是它都比较老旧而已。你小整理要么就出租，要么你自己搬进去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现在就这样啊，买中古，装潢我也没改啊，前屋主的装潢哦，那我自己就地板、油漆啊、灯啊什么用一用，家具电器买一买。哦，我马桶有换新的啦，哦，马桶，哦，那我不知道，这就我自己的洁癖，我就觉得说。就我自己的房子，还用别人家上一手的马桶，很恶心这样。我都隐隐约约都觉得这个马桶水面的那个水面倒影有一颗前屋主的菊花正在瞪着我这样啊，我想到我就不舒服，我就换了家里有几颗马桶，全部都给它换成新的，换便宜的那我爸还骂我浪费钱，说前屋主的透透马桶比我的新换的杂牌还要高级，这个我要怎么跟他解释？那难道我要解释说我就很害怕屋主的菊花在马桶里面瞪我这样吗？对，所以装不装潢房子这真的是看个人的选择，豪宅案除外。越是老练的自产客，其实对装潢都越没有要求，我们都整理整理而已谈不上那个装潢。但是我们要卖的时候，确实是会装潢一番的没办法，市场喜欢。我以前拍过影片讲这个东西装潢之后才卖，我自己享受不到新装潢，可是我的房子会很好卖这样。没办法，市场就是喜欢漂漂亮亮的房子，尤其是女孩子女孩子对漂亮装潢的抵抗力是远远低于我们这些臭男生的。我们去看房子看到新装潢，我们就在那边东摸西摸敲来敲去这样我就在算他连工带料花多少钱，我有没有办法弄得比他便宜还比他好看女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他就走进他未来家的感觉，那个梦幻泡泡就喷出来了。在一间美美的房子里面泡咖啡、浇浇花什么的，
这真的就是男女大不同哦。我们男生就要看货啊，女生就要看家这样。那精美的装潢都是瞄准女孩子的那也不能够太女生什么粉红色的墙这个会导致喜欢的人你的买方受众会变少。最安全的牌就是 IKEA 风IKEA 风，这俗称北欧性冷感风以及那个无印良品风木头色系棉织物的风格这个喜欢的女生的人数绝对是最庞大的因为你看 IKEA 你看无印良品，它消费者就是很多嘛它就是能够让你的房子更好卖。你要装潢的话，装潢成那个样子那你就会很好卖大概是这样。你不要自己去搞一个什么中式古典中式亭台楼阁，那个没有人要买的。你的买方会从原本的1000组可能会买你的房子，瞬间只剩下2组，就这样，你就会很难卖，还会被杀价。你就是做成 IKEA， 你就做成无印良品那种风格就非常好卖，真的很好卖这我不骗你，大概就是这样。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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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你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
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哦。那自产台北你就加赖。我再说一次哦，高雄的赖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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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那台北的赖是小老鼠 buy 台北哦，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让房子稳稳健健的赚钱给你花。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